取一个断丝弄成这个样子，这不就报废了吗？翻车了，翻车了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客户家有一个角阀断了，然后自己取断丝，取断丝的同时呢，把这个管口的内牙也给拆坏了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业主的作案工具，也是一个断丝取出器，水龙头呢是合金的，坏了。询问了一些关于业主自己取断丝的情况，他也是用的一个断丝取出器，而且也用了锯条，到现在呢是把管子拆坏了。让我过来呢是把这个旧的拆出来，融一个新的内丝。那这么干的话，这个活就简单多了。我有热容器，直接把这个坏的丝口呢给它融出来，然后融一个新的进去。但是问题可没有那么简单。视频刚开头的时候呢，我就用手机打开灯光去看了一下管的内壁。很明显，客户已经把管都钻透了，从这个孔都可以看到墙里面的红颜色钻头了。而且用这个螺丝刀擦一下，你看这个深度都差不多快要10公分了。一个3通它怎么能有那么深的深度呢？很显然这个管件是坏了。冷热水用的同样的水龙头，冷水的断了，那么热水的也好不到哪儿去。现在我们把这个热水的也拆下来。它不是满与不满的事儿，你看这就断了，就这么清脆的一声，嘎嘣断掉了。业主也在旁边瞪大了眼睛来看我的操作，不是我暴力去拆，我只是轻轻这么一用力，它就断了。这种合金的水龙头角阀用个几年以后都是这样的结果。现在我先把热水管这边的断丝呢取掉。取掉断丝以后，让业主看一下这个管道的内壁，最起码这还是一点点白色的。另一个来看，直接都是红色的，而且那么深。业主一直不相信是他用断丝取出器把冷水管那边的管子都给拧透了。现在没有办法了，拿上来我的工具，准备给它刨墙。管件已经废了。动手能力差，没有十足的把握的情况下，这种活还是尽量不要自己干。像这个损失的话就翻好几倍了。现在要做一个微创的话是不可能了，必须得动大手术了。这个墙是保不住了，必须得切了。这次切割呢，我也学聪明了，切的时候呢加点水，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灰尘。业主太贴心了，给我们打了一个电风扇。这个天气实在太热了，而且为了照亮，把灯暖的浴霸开了一个，更热。墙面刨开了以后，我们要把这个3通呢给它拿掉，切掉，上面这一段管呢就不要了。上一次我也是这样切的管，大家说你得搞一个万用宝，那好吧，万用宝应该过几天就回来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切下来了，拔出来这个3通来见证一下，哇，后边很明显顶了个包，而且已经是穿透了。这当时得用多大的力气啊！这既然是一个断丝取出器的杰作，第一次遇到这样的。业主大哥也太狠了，太狠了，太狠了。现在我们来还原一下现场的情况，应该是在取断丝的时候一直往里拧，一直往里拧，直接把它干到底。干到底的话，这边就顶出来了，看到了吗？直接干到底，这边就顶穿了。这是内口的情况，近距离看一下，也是用钢锯条这么拉的，开了3道口，直接把这个管口的内丝给开坏了。现在我们要开始融管了，这个管比较深，所以热容器呢不太好进去。用这个电线呢，用这个螺丝刀，把它拉出来一点，这样我们融的时候呢方便一些。热容器的磨头呢要装在不同的位置，这样好操作一些，可以同时进行热熔。这是业主刚刚出去买了一个内丝弯头，好，搞定。现在呢，先装一个角阀，然后我们开水来试一下，观察一下热熔的接口处没有漏水的情况呢，我们就可以回填了。观察了几分钟也没有漏水的情况，
现在我们回填呢，要裁一块砖，重新裁一块砖，找了一块白颜色的砖，颜色呢还是略有色差。那也没有办法，这种旧房子找个同样颜色的砖太难了。量出水管的中心位置，然后我们要在砖上做一个十字线，这样呢我们就比较好打孔定位。由于这个管呢比较深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开的孔呢没有开那么大，这是一个35的开孔器，上一次我们是那一家开的40的孔。切下来以后对比一下，哪里不合适呢，我们再进行一下微调，再打磨，直到能放平了就可以了。这是业主大哥找来的沙子，用沙子我们再弄一些水不漏，然后把它和起来。很多人好奇为什么你不用水泥呢？其实用水泥也可以啊，我用这个是车里有带方便，另一个呢就是它凝固的比较快。拌好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迅速回填了，而且在回填的过程中呢，很快它就凝固了，就可以进行我们下一道工序。如果用水泥的话，如果和的太软的话，它容易掉。毕竟咱不是专业的瓦工，玩水泥和沙子和人家比还是差很多。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嘛，有模有样学着来呗。反正咱就弄这么小一块，怎么都能搞得定。这一次呢，在管口上拧了一个堵头，上一次没有堵头，大家说别把灰给掉进去。拆掉这个堵头，然后把这个管口和瓷砖的缝隙呢，用水不漏给它填满，这样水也不会内流。不过还是要开水，把这个水管要冲刷一下。然后让业主特意买了一个2出水的脚阀。这个脚阀为啥要买一个2出水呢？就是要给这个热水器供水，因为墙里面的这一段管呢已经断开了，没什么用了。特意买了一根加长的波纹管，现在把这个水管呢直接和下面的脚阀连接。下面脚阀的位置呢还要接一个洗衣机，就是因为业主新买了一个洗衣机，接洗衣机的时候要换一个脚阀，结果拆水龙头的时候呢把管件拆坏。热水这边拧脚阀的时候呢，先不要缠伸料带，先这么过一下。还是发现这个不太好拧啊，这个湿牙里面还有一些残留物，用这个钉子打磨接尖，然后把它抠出来。这些都是小细节，如果你不清理干净，直接缠伸料带上的话，可能会上偏了，上偏了很容易把内饰给撑爆，尤其这些老管件、老房子。装好脚阀，这个热水器现在就可以上水了。冷水这边洗衣机管也给它接好了，现在维修完成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业主出去买了一个2出水的脚阀，这种脚阀本来就很难买，但是好不容易买到了，但是它还是一个合金的。不过已经提醒业主了，用个1-2年，趁早更换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喜欢米师傅的视频一定要点赞加关注，拜拜。